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73.04， 收盘价是 171.76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4.93， 最低价是在 170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但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8439.84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上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个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经过小幅的反弹之后遇压而反转向下，最后呢，也就是在盘中一度是股价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虽然我们看到收盘价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上方，但是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那我们也关注到成交量是量缩，那价跌量缩实际上又是一个反弹的信号。所以日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不能够反弹，也就是不能够继续在5日均线值上方，那么将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的 K 线。也就是一旦出现补量的下跌呢，那这根 K 线就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79或者是181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75附近。实际在4月10日收盘价是在171.76，出现了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是在175，与实际发生的回档不仅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实际的这个收盘价呢，它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将会开启一个下行的走势，这样的信息说明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目前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。那日后如果不出现反弹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压力。那对于4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79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我们会看到前一日 K 线最高在之前还有高点，也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是头低，下方呢我们会看到现在还差一个底低。那么上方有头低，股价如果继续反弹，能够继续站上这个头低，那么股价才能有可能是继续反弹。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179，在到达它之前，那么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175将是一个压力，或者是一个强压力。
那当然啊，我们说当日的这个开盘如果是一个低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其实各条均线值也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179如果被站上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对，那继续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84。那184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对，那出现头高，也就是下方我们会看到下面有底，这两个底啊是相同的，也就是都是160.51，所以下方呢，如果是由底平，然后上方再出现头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3月14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184如果被站上，当然上方的目标就是206。在到达206之前，我们说200关口啊，依然是一个压力。所以目前其实股价在反弹，现在上行的目标啊，就是要突破200关口，这个是目前股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真正的目标。对，好。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下行当然现在一定是要跌破160.51这个位置。160.51我们会看到啊，在3月14日出现这个低点之后，4月5日，恰好是在这个位置，股价是得到了支撑，然后出现了一个盘内出现了反弹，然后连续2个交易日的反弹。现在又出现了回档，所以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它。对，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继续目前的一个空头趋势。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，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52这个位置，是2023年4月28日起涨的这根 K 线，也就是说，股价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波上涨之后是一个空头趋势，那股价现在其实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它的。我们说目标一定是跌破152，不代表股价就能够跌破它，是目标是它。好，那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，其实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2，是这个位置。好。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，我们再来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在之前我们给出的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177附近，然后呢，在4月11日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在172，我们先把水平线移动到172，172是各条均线值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还有20日均线值，都聚焦到这个位置。同时，它也是前面这个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。所以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72，如果股价能够出现高开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能够遇到支撑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这个位置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所以说在4月11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7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75附近，然后我们在之前给的止损位是163，那到了4月10日，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回档，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位置建仓抢反弹，所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4月11日，我们止损依然是守163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多头。空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的目标
当然就是160。那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啊，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175到上方的179，这是它要守的位置。所以既然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那么这个区域将是股价的继续反弹的一个压力，对，压力区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171到172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还有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内。我们把它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175，第三个是180，第四个是上方的缺口185到187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在170，第二个支撑是168，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第三个支撑就是16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4月11日股价的方向将会是向上，也就是出现反弹。好，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可能。如果是向上，那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77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74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我们再给出第二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72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6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1附近，也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，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